呸！说好的金丝楠木千年不腐，这才几年就变成渣了。该死的李瘸子，居然敢拿假货骗我！虚陀，10年时间已经到了吗？回宿主，10年沉睡已经结束，寿命增长10年，获得属性点加10。烧饼，热气腾腾的烧饼。请问念慈在吗？你找谁？这里不是念慈的家吗？我不认识念慈，你找错地方了。长生，是你吗？不许欺负我娘！10年了，你还是和当初一样。为什么？我们分开后，我被匪土追杀，是他爸爸救了我。后来我回到了这里，等了你3年。这3年来，一直都是他照顾我，他对我真的很好。10年对我是弹指一挥，对他却是整个人生。我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告诉哥哥吧，他是娘亲的故人。我叫李念生，今年6岁啦。念生，真是一个好名字。哥哥的名字里也有个生生。我叫陈长生。你要去哪儿？我原来的房子不在了，我去李瘸子的棺材铺住一段时间。娘，长生哥哥是你的朋友吗？不是朋友，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那他找的念慈是谁？是他的心上人吗？不知道，或许他已经找到了。走吧，我们去做饭，等爹爹回来。李瘸子，你的棺材有问题，我要退货。放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陈长生那个死穷鬼怎么来找我了？李瘸子，当初你可是和我打包票说，如果棺材出了问题，可以来找你退钱。现在你这个样子，是想赖账吗？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里有什么东西你看上的，尽管拿走就是了。李瘸子，你就不怕我吗？当初我坟上的土可是你帮我埋的。我今年60，郎中说我最多还有3年的活头。你觉得我会在乎少活3年或者多活3年吗？而且当初你来买棺材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回来。为什么？自己给自己买棺材的人我见过，但是兴高采烈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小子，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包吃住不给工钱。这个行当最适合你这种孤身一人的家伙了。学会了我这门手艺，你这一生大概率是饿不死了。毕竟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人。虽然我能活很久，但饿死也是一种死法。突然拥有了一张长期饭票，这个选择似乎很不错呀。李瘸子，你这条件也忒小气了吧？多少给点工钱呀？哼，就你这活蹦乱跳的样子，怎么也会死在我后面。我死了，东西不都是你的？旁边这口棺材就是你的床了。等会儿，你不是要教我做棺材吗？给我这东西干什么？正所谓技多不压身，白事一条龙我全会。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说得好，技多不压身。讲道理，棺材上睡习惯了，睡床还真不舒服。寒来暑往，秋收冬藏，8年时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溜走了。这10个属性点，我一股脑都加到防御上去了。只要苟得久，寿命无限。值得一提的是，李托子并没有死在第3个年头，在我来了之后，他整整活了5年，但最终他还是没有熬过我。某天晚上躺入棺材之后，李托子再也没能起来。长生哥哥，念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里是棺材铺，你跑来像什么样子？我才不管那么多呢！而且现在瘟疫横行，他们哪还有心思来管我？我去给你做饭了，你快从棺材里出来吧，别整天睡在里面。瘟疫最开始的时候，念慈夫妇就去世了，白事还是我操办的。按理来说，自己可以再次进行沉睡了。念生举目无亲，我怎么忍心看着到他一个人留在世上？算了，早睡晚睡都一样，还是等着小丫头嫁人再说吧。长生哥哥，你是仙人吗？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呢？我要是仙人，怎么会看着你娘他们中瘟疫而死？长生哥哥，我今年14岁了，我不是以前的小丫头了。有些事，你骗不了我。你这丫头，今天又发哪门子的疯？改天我带你去买套。念慈是我娘的小名。
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不，我从来没有怪你。我娘死的时候，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伤心和痛苦。从小你就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我太了解你了。如果你有办法能救我娘，你一定不会看着她死的。这个秘密是娘在临终前告诉我的，她知道我……明天带你去抓兔子，这件事情就此打住。为什么？当年你错过了一次，现在你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而不是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长生哥哥总是那么好骗，我又骗到你了。作为惩罚，你今天打算送什么给我？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听说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我想去试试。仙人能活很久很久，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宁生，仙人不是那么……长生哥哥，让我任性一回好吗？好，一切依你。我先回去了。长生哥哥，你有时间多出来晒晒太阳，不要老是躺在棺材里。长生哥哥，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你这样做，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我已跪了，请我显灵了！16岁之下，欲求长生者，可上前测仙缘。果然是极品水灵根，丫头，你可愿拜我为师？仙人，拜你为师之后还能回来吗？当然可以，待你学成之后自可下山。另外，这里有些东西，你可以交给你家中的亲人。仙人，这里面是什么？回家打开之后，你自会知晓。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处理家事，1个时辰之后，我就要带你离开了。多谢仙人，请容我去处理好一些死事。这极品水灵根属实1年罕见，若非自己偶然经过此处又临时起意，宗门很可能就要错过这天大的机缘了。如此机缘，定不能让其出现半点意外。长生哥哥，仙人要收我为徒。你真的想去吗？想。为了什么？为了长生。4个字轻飘飘的从李念生嘴里说出，但是这4个字却重如千钧。因为只有得长生，才能永伴长生。天下有很多人从凡人变成了仙人，但却从来没有仙人变成凡人。长生路是一条不归路，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你且回头一看，长生哥哥永远在你身后。修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防人之心不可无。哎呀，仙人光临寒舍，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这丫头有仙缘，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一切都多亏仙人慧眼识珠。念生这个丫头从小就调皮，以后就要劳烦仙人费心了。不知仙人所居仙山是何处？若有时间，我也好去拜访。南边万里之外有一宗门，名为玲珑宗，普通人30年也未必走得到。你若是想来，那便来吧。长生哥哥，你的话我记住了，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这下好了，以后的日子可算是有盼头。躲了这么久，出来吧。还不出来？是打算让我请出来吗？看样子那个老女人是真的走了。会飞了不起啊！小爷睡个1800年照样可以飞，你最好别动年生的坏心思，不然小爷把你家祖坟都给挖干净。30年走不到，小爷不能走50年吗？我什么都不多，就是时间监督。离开小镇竟已20年了。当年念生留下包裹里的这本炼气功法，我还如获至宝，以为不用沉睡也能飞天遁地。可笑我踏足这广阔天地，才发现不到筑基皆是蝼蚁。这破书不过是花点银子就能买到的大陆货货罢了。看了整整20年，哪怕资质再差，这上面的每一个字我也早已倒背如流，留之无用。烧了吧。系统，这上面说3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天才，1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顶级天才，1个时辰之内达到炼气1层的是100年难出的天才。那像我这种花了20年才达到炼气1层的是什么水平？宿主，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也不适合。系统，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天下没有不灭的皇朝，修仙界同样也是如此。众生之所以认为某些东西会永久存在，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当宿主活得足够久之后，就会发现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天道如此，人亦是如此。系统就是系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面对这极致的无聊，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去看一眼念生过得好不好。然而在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时候，我又发现了自己另一个爱好，那就是学习。只要碰到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我都会停下脚步，花上几年时间学习一下。可是，在这么多的行业当中，我最喜欢、最拿手的还是白氏一条龙。原因很简单，卖棺材这种事要安定许多，贼来了不偷，匪来了不抢。除此之外，我的寻龙点穴水平也蹭蹭往上涨。我帮人下葬后，可以慢慢观察那家人的后续发展。最长的一次，我花了5年，也正是这走走停停的行为，20年总共也才走了3000里。怪不得那婆娘听到我要拜访的时候满脸嫌弃。我总共花了50年才走到这儿，普通人运气不好，活到50都够呛。听说了吗？李念生神仙子仅仅入门50年就金丹大成了，这天赋连宗主都惊动了。是啊，无数青年才子想求得道侣之缘，可李仙子却只回了一句：“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生。”以我现在的身份，想进玲珑宗怕是难。还是找个铺子先干着老本行吧，反正时间多的是。整个玲珑小镇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有一家棺材铺开张了。请问有人在吗？施主，你怎么能躺在棺材里呢？棺材是死人睡的。小和尚，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无论是凡人还是修仙之人，最后都免不了一死。既然如此，那活人为什么要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呢？阿弥陀佛，多谢施主指点，是小和尚我着相了。想不到你人虽小，还蛮有悟性的嘛。说吧，小和尚，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最近天佛寺和玲珑宗联手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虽然那魔修书主作恶多端，但想买一副棺材替他入殓。你有钱吗？我是开门做生意的，可不能做赔本买。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枚中等灵石能享受我这最好的一条龙服务。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现在就可以。要是再拖下去，那个书主的尸体就要发臭了。这铺子里面就2具棺材，但凡脑子没病的人都不会来这儿偷2具普通的棺材。小和尚，你们这些修仙之人都这么没人情味的吗？且不说他生前做了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多少也得挖个坑给人家埋了呀。这修仙界，我看就你这个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小和尚，立碑需要知道死者的名字，还需要写上立碑人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这位施主乃是天魔宗宗主，外号血魔老祖，具体姓名无人得讲。至于立碑之人，施主自行处理吧。小和尚受门规所限，不能为其立碑。施主，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是呀，我是卖棺材的，不是送葬人是什么？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先走一步。以后还有这种事情，记得来找我。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感觉。这颗牙齿正是在那个血魔老祖身上发现的，若不是替血魔老祖整理仪容，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牙齿也可以做手脚。看样子应该是储藏类型的阵纹。那血魔老祖如此处心积虑，这里面的东西估计不简单。只要我不放弃，这牙齿上的阵法终有一天能被磨灭。伪灵根，我倒要看看这伪灵根到底是什么东西。灵根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提升，但是灵根吞噬灵根却可以提升品质。这血魔老祖真是个人才啊！这种稀奇古怪的方法都能被他琢磨出来。系统，你说血魔老祖在书中提到的人造灵根有可能实现吗？我感觉说的很有道理。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别闹，这种危险的事情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呢？要是一不小心出了意外，那不就亏大了？而且我也不想像这个血魔老祖一样，一辈子都被人追杀。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寻找一个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最安全、最稳妥，有这种办法吗？为什么宿主会认为没有？世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血魔老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急功近进的办法，那是因为他当时寿元将近。可宿主你不一样，你拥有近乎无限的寿命。有道理，时间看似软弱无力，但却是这世间最锋利的刀。所有的事情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这个小小的修行问题自然也不在话下。忙碌了3个月，
自己现在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哈哈哈哈！陈长生，今日贫僧一定要与你辩上个300回合。你好歹也是天佛寺传承人，众人口中的一休大师，若是让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岂不如人笑话？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去吧，就算他们把我捧上了天，也改变不了我输了20年的事实。听你这意思，今天还想和我辩法？那是当然，不和你辩法，我来找你干什么？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就只有你能和我在佛法上一较高下了。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修炼天赋是真够烂的。20年前你是炼气3层，现在你是炼气4层，你这境界增长速度也忒慢了吧？我真担心你某天一不小心就嗝屁了，到时候我找谁去辩法呀？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没有修炼天赋，我可以帮你啊。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但是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你总是不告诉我你活了多久，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一个朋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寿命这种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今天我不想和你辩法，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不帮，除非你同意我给你延长寿命。没问题，你如果帮了我这个忙，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什么事情？尽管说便是，我一休大师保证办到。你来玲珑宗，应该是为了参加长生仙子接任长老的典礼吧？怎么，你也想去见识一下？不是，我想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长生仙子。陈长生，你别告诉我你喜欢长生仙子，这个女人压根就对道侣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只要你把东西送到她的手上就行，多余的话不用说。你若是办到了，我就同意延长寿命。先说好，东西我可以帮你送到，但我不能提你的名字。一旦被长生仙子的追求者知道这件事，你估计会死得很惨。可以。小和尚，80年后见。这是我花了10年时间布置的随机传送阵，传送地点未知。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根据传送阵找到自己的位置。聂生，典礼快要开始了。师父，我不想当长老，我只想安静的修炼。你还是放不下他，可他是一个凡人，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师父，你不懂，长生哥哥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他说长生路漫漫，若有一天我回头，他一定会站在我身后。好了，师父，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任的，因为只有成为玲珑宗的长老，我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功法。我可不想在这条路上停下脚步，因为我知道长生哥哥也不会停下。这70年来，只有在提及陈长生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出现笑容。可是这如同泡沫般的幻想还能持续多久呢？长生从来都没有修仙者能做到，更何况一个凡人。若是有一天念生的幻想破灭，他的道心恐怕会瞬间瓦解吧。上清观送琉璃丹2枚，天佛寺送金1人。陈长生那个家伙认死理，如果我没送到，他绝对不会让我给他延长寿命的。长生师叔，师侄还有另外一份贺礼送上。天佛寺的贺礼已经送过了，现在还有一份贺礼，这摆明了就是一休自己准备的。在这种场合上送上自己的礼物，其中的意义已经不言喻了。有心了。东西我很喜欢，典礼结束之后，你单独1人来见我，单独1人。不是，这什么情况？长生仙子看上了一个筑基期小和尚。一休贤侄，你师父慧海禅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回宗主，我师父身体安康，只是最近有所感悟，所以才让小僧前来。哈哈哈哈！不卑不亢，果然是名师出高徒。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这些老一辈就不干预了。100年之后，等你境界稳定了，记得来玲珑宗提亲。宗主，你误会了，我不是。哎呀，年轻人做事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那么一点就不好意思。俗话说得好，女大3抱金砖，女大30送江山，女大3000位列仙班。我这关门弟子虽然大了你50岁，但这对修行之人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你师父哪里，我赵德珠亲自去说。毕竟我和你师父已经认识300多年了。越描越黑，只能等和长生师叔单独见面的时候解释清楚了。师叔，事情就是这样，这个木雕不是我的，这里原先真的是个棺材铺，你要相信我。陈长生那个王八蛋突然消失，我真的说不清楚了。一休，你想和我结为道侣吗？不想，现在不会想，以后也不会想。这样最好。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的肩膀上摘下来。从今以后，无论谁问你，
你都不准提陈长生这个名字。若是你敢透露半个字，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师叔放心，小僧保证不会透露半个字的。可是小僧经常来这里，若是有心人调查，小僧该如何回答？你们之间的经历可以如实说，但要隐去相貌和名字。送葬人，若是有人硬要问他的称呼，你就说他自称送葬人。小僧知道了。那小僧还能见到他吗？应该会吧，毕竟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左青龙，右北虎，前朱雀，后北舞，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80年的寿元只剩2年了，即将开始沉睡，自然要找一个好地方，简直完美。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点子呢？只要下雨，泥土冲刷附着在石头上，等种子自然生长，人为痕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是陈训前要做的第2件事情，人造灵根。系统，这方法真的能行吗？能不能行，宿主试一下就知道了。失败的结果无非就是浪费沉睡时间罢了。也对，就算失败了，我也没什么损失。自从得到血魔老祖的自传，我琢磨了整整10年，终于悟出了这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灵根并非实体，而是对属性的敏感度。只要在这草木精华里泡得够久，便能提升对木属性的敏感。趁着沉睡时生机断绝，身体不会主动排斥吸收。我就像这坛药酒里的药材，把自己给泡出灵根来。人造灵根果然可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大能抓去做研究了。没错，自从接触修仙界，我心里一直有种担心，那就是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长生的秘密。虽然沉睡能获得族属性点，但要强大到对抗化神元婴级别的老怪物，需要的时间太漫长了，那可就凉了。所以，我必须获得自保的力量，修炼就是最好的方法。现在有了上品木灵根，先看看面板。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属性怎么倒退了？我沉睡前应该是炼气4层啊！沉睡期间，宿主身体中的灵力会缓慢向外扩散，没有灵力支持，属性自然回归凡人标准，但通过属性点获得的力量除外。炼气4层而已，没了就没了吧。我有上品木灵根，几天就能修回来。系统，我这91点的防御力能抵抗什么级别的修士？筑基中期境之下的攻击无法破开你的防御，筑基后期可造成重伤，筑基圆满有死亡风险。真是天助我也！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突破炼气9层。我有这么吓人吗？这小狐狸怎么说晕就晕了？这成色，起码有80年的药龄。当初在洞口随手撒的一把种子，居然活到了现在。回春草突破生长上限，引来了这冒失的小狐狸。看来这都是我当年种下的因啊！不要吃我，我的肉是酸的。哼，没吃过怎么知道是不是酸的？而且你长得这么水灵。吃起来口感一定很好。我一点都不水灵，就是有点婴儿肥而已。其实我可瘦了，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你要是吃了我，肯定会硌牙的。你不是不化骨？尸身100年不腐而化为浆，1000年不灭则为不化骨。不化骨乃是聚集天地死气而生，水火不侵，刀剑难伤，以怨念为力，以血肉为食。如果真有这种传说中的不祥出现，你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晚辈打扰了前辈清修，还请前辈恕罪。我得先从这个单纯的胡二娘嘴里套些信息，盲目乱走可能会引起麻烦。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到此处？你的族人呢？回前辈，晚辈乃是流浪至此，身边并无族人。今夕是何年？此地又发生了何等变化？如今乃是大前380年，此处一切安好，尚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动。不过晚辈听说，东边300里之外，上清一观有化神大能现世。上清观距离玲珑宗大概有1000多里，想不到我居然传送了这么远。念你是无意之举，就不追究你擅闯洞府之罪了。你走吧。啊，前辈，我就这么走了？那你还想干什么？可是这种情况，前辈你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传闻中都是这样的呀。也罢，
你我相遇即是缘分，那便赐你一些机缘吧。这些感悟都是当年一休小和尚和自己讨论过的。缘尽于此，你走吧。若是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多谢前辈指点之恩，胡媚娘永生不忘。我根本打不过那个小狐狸，要是被他发现我攻击力为0，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至于那些感悟，我也没筑基过，也不知道有没有用，随缘吧。陈长生，清风师兄，有什么事吗？长生师弟，你来上清关已经10年了，10年时间你依旧在炼气9层徘徊，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了？哎呀，筑基这种事情急不得，慢一点总没什么大错嘛。人生的路这么长，慢一点挺好。你这不是慢不慢的问题了，你压根就没打算筑基吧？别人延长炼气期是为了打根基，你呢？而且你虽然有炼气9层的境界，可你连炼气7层的外门弟子都打不过，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修道就是修道，要这么多目的干什么？另外，打架这种事情有师兄你就够了，多我一个不多多，少我一个不少。师兄你还是莫也要再为难我。陈长生，你少在这儿给我打马虎眼。筑基这件事情是师傅亲自叮嘱的，你突破也得突破，不突破也得图量秘境马上开启了。师傅他老人家亲自给你要了一个名额，这次你是跑不掉了。长生，你入我上清观有多少年月了？回师傅，弟子入观已有10个年月了。10年前恰逢师祖出关，而你也正好路过上清观，师祖于茫茫人海中一眼就选中了你。当时师祖直接将你带到了上清观，并且说你与道有缘，还赐予了内门弟子的身份。哎呦，师傅，骨头要断了，您轻点儿。你是否与道有缘，为师不敢妄下定论。但你是否能给为师解释一下，后山那块放了300年的雷击枣木为什么会变成棺材？师父平日最宠我，整个上清关我哪儿没去过？谁知道这次动了他的心头肉？那是我300年前从金丹圆满大妖手中抢来的。为了这块木头，为师闭关养伤了整整30年，平常弟子看一眼都没资格。师傅，小师弟完全是无心之举，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无心之举？我只给了他外围阵法的路线，核心阵法路线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无心之举，能悄无声息破了我的大阵，还把镇山的雷击木改成了那副样？师傅，那块雷击木已经放在哪里很久了，虽然材料可遇不可求，但对您现在的境界来说，多少有些鸡肋了。那东西对我有没有用，还用你来教？雷击木是我留下来准备雕刻3清祖师的，道在人心，3清迷素即可。想让旁人懂我道门，何须外物？好，小师弟果然是与道有缘。这22字尽显我道门风采。哼，悟性尚可，但实力却是狗屁不如。雷击木的事暂且记下，若是不能在无量秘境筑基，小心你的腿。现在赶快给我滚！看到你们就心烦。也就只有我元神上人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有道韵的对联。看看这字，铁画银钩，气度不凡，一般人哪能写出这字呀？慧海秃驴和赵德军那个王八蛋，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整天威武扬威的。等长生筑基之后，定要杀杀他们的气焰。修道1000年，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看得透彻，有意思。师兄，你的灵力在后线，风力太大，都让我无法专心看书了。长生，你整日品着书本，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只要是书我都喜欢看。我不但喜欢看书，我更喜欢看这世间的每一件事物。可是世间太大，我就算花上千千万年，也未必能一一尽览。所以我选择先看书，再看这世间。因为书是人写的，人之所以要写书，是因为他想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悟都转化成文字留下来。看完一本书，也就等于了解了一个人的一生。虽然不能观其全貌，但还是可以窥探一二的。那你看了这多书，这些书对你有帮助吗？当然有。如果不看书，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自己元婴境修士布下的阵法，怎么会被一个炼气9层的徒弟给破了？你的意思是说，藏经阁之中有师傅布下的阵法？师兄说笑了，师傅并不擅长阵法之道，藏经阁怎么会收录师傅的阵法呢？你这话有点伤人呀！好歹我也是你师傅元婴境大能，你一个炼气9层有什么资格点评我？既然藏经阁当中没有收录师傅的阵法，那你是怎么破阵的？就算师傅不擅长阵法，但元婴期修士布下的阵法，也不是你一个炼气9层可以参悟的呀。师兄说的没错，按照常理，我自然参悟不了师傅的阵法，但师兄却忽略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天下间所有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师傅是上清观的观主，他修行的基础自然也是传承于上清观。上清观藏经阁中关于阵法的书籍，我已阅览10之8九，而师傅有所涉猎的乃是五行阵法一脉。我还发现了师傅当年留下的笔记和感悟，因此我对师傅的布阵习惯有了一些了解。明月，你掌管藏经阁，咱们上清观有五行阵法一脉吗？我虽然没有小师弟博闻广识，但是藏经阁的大致分类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没听说过五行阵法这一脉啊。二师兄当然不知道了。五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了。五行阵法这个路数100年前盛行一时，但后来逐渐被其他的阵法路数所代。小师弟，你别告诉我你去了旧书阁。二师兄果然慧眼如炬，我确实去了旧书阁。三经阁每50年清理一次，落后的功法都会被送往一个特定的存放地点，称之为旧书阁。这个地方明月刚入门的时候去过几次，并且还在里面发现了凡人的坊间画本《金瓶梅》，确认里面大多数速修集都是无用武之物后，我再也没去过了。小师弟，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都看完了吧？明月师兄莫来说笑，师弟我才入门10年，何谈看完？那就好。不过我已经看了3/10了。3/10，恐怕有40万之巨吧？没有这么多，书坟里共有藏书983521本。这些年来，我一共看了286385本，勉强有3/10吧。我发现师傅所布下的阵法是由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糅合而成。当时我尝试多次，始终无法破阵，阵法整整挡了我5年。后来在旧书阁看到五行阵法典籍，终于明白师傅是如何将它们糅合在一起的。我花了1年半时间破阵，最终在10天前完成了棺材的制作。这家伙为了把我的雷击木变成棺材，整整花了8年时间。他是真就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寿元的问题呀。哎呦呦，这不是元神上人吗？50年没见，你居然突破到了元婴中期了，真是可喜可贺。虽然我的境界比你高那么一点点，徒弟也比你的徒弟厉害那么一点点。哼，有话说有屁放，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有过多的交流。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整天生气呀。我知道你眼红我收了一个好徒弟，200岁不到就已经是元婴后期了，这种天赋整个大前皇朝也没出现过。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凭借咱俩的交情，我高低得帮你找一个。嘿，谁稀罕你个破徒弟啊！老子有更好的，我的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元婴后期，你等着吧。不行，越想越气。清风，等一会儿你带着你师弟他们进去，我再去和赵德柱那个王八蛋理论一番。赵德柱和师傅是过命的交情，他们之间的斗嘴，自己已经看了150年了。师兄，不是说玲珑宗有一个叫长生仙子的天才吗？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长生仙子去大千国边境了，就连天佛寺的一休禅师也去了。一休禅师？一休禅师是天佛寺的继承人，也是大前皇朝仅次于长生仙子的天才。他100岁出头便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据说是最有望超过长生仙子的人。师兄，那他们去边境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与夜月国开战了。夜月国作为妖族之国，每过200年便会与大前皇朝打上一场。虽然大前皇朝多次获胜，但也始终消灭不了他。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夜月国居然提前发起了国战，距离上次大战也才过去170年，提前了足足30年，确实让人有些费解。你就别想了，这等国战只有金丹境才有资格参加，等你达到金丹境，恐怕早就结束了。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始了，快和你远山师兄进去吧。长生师弟，这是哪里啊？远山师兄，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长生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3岁就被师傅带到上清观了，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对于外面的事情，我哪有你了解呀？那你肯听我的吗？我当然听你的呀，你去偷雷击木的时候，还是我给你把风的呢。既然听我的就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采花？长生大哥，我们采花干什么？酿酒呀，这里应该是无量秘境当中的百花海，四季的花都可以在这里生长。我在古籍中看到有一种仙酿，名为百花酒，材料取四季百花酿造，必须是新鲜的。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可是师傅让我们进来寻找机缘的，我们在这里采花，出去怎么跟师傅交代？东边30里有青铜古殿，有你说的机缘，但要拼命争夺，要么去拼命，要么陪我酿酒。师傅好酒，应该不会责罚。长生大哥，你快来看，这是什么？怎么了？长生大哥，这里有块带花纹的石板。这东西体积似乎不小，挖出来看看。
长生大哥，这是什么文字？我怎么看不懂呀？你当然看不懂，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2000年，这具棺椁是大前皇朝之前的东西。闭嘴！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让我仔细想想。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走大运了。一个人的生平简介：伍兹有修行，18岁时战3900余场，胜756场，负3225场；200岁时战1650场，胜985场，负780场；500岁时战130场，胜115场，负15场；1000岁时9战9胜，蓦然回首，天下再无敌手，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特葬石棺于花海之下，长生路漫漫，非心诚者不可得。长生大哥，这人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他越打越少？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流逝，能和他交手的人不多了。他1000岁的时候，那9场战斗一定是惊天动地的，9战9胜，隐藏不住他的兴奋。既然那位前辈留下传承，为什么没设考验？不怕被随便捡走？谁说没设考验？整个无量秘境就是最大的考验。别人都被宝贝迷了眼，谁会关注这毫无作用的花海？忘了初心的人，又怎么会停下脚步看一看这花海呢？长生大哥，那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打开看看，说不定有线索。得此机缘，证明尔等尚未被外物所迷惑，无善拳法。此套拳法蕴含毕生所学，望后世珍惜。此拳法不重招式，而重于意。晚年迎战9人，9拳出，9人败。拳法可以输，但拳势不可弱。一拳打出，定要对手肝胆俱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世人称吾百拜仙尊。多谢仙尊赐下机缘。敢问此拳法叫什么名字？在我手中是我的拳法，在你手中便是你的，故拳法无名。长生大哥，我结丹了！我怎么1个时辰不到就结丹了？筑基圆满，只差1线便可结丹。不是1个时辰，我们在里面起码度过了2个月。2个月？有这么久吗？当然有。我们在挖出这具石箱时候，周围的花朵被我们破坏了不少。可是你看周围，那些花已经重新长出来了。无量秘境虽然灵气充沛，但没有1、2月是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我们之所以觉得在里面没有待多久，那是因为百豹仙尊前辈的境界太高，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另外，百豹仙尊前辈给我们演示拳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早在不知知觉中跟着练了很多遍了。有这么一位强大的前辈，手把手的教我们练拳法，境界不提升才怪呢。原来是这样呀！如果已经过去2个月了，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秘境了？估计快了。无量秘境开启的时间为5个月，我们酿酒花了2个半月，学拳法2个多月，还是快点收拾东西吧，搞不好马上就被排逼出秘境。六师兄，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师傅和大师兄他们呢？边关告急，师傅和大师兄2个月前就已经去了。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这样我也放心了。接下来这段时间，上清关由你们2人执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六师兄如此急切，边关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担心师傅，还担心着那个小和尚和丫头。昨天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不行。为什么？10年前你说等我看完了这里的书就准许我去过去边关，现在书已经被我看完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你可别忘了，我才是上清观的代理观主。20年了，原先那个事事都要问我的小屁孩，现在终于敢跟我拍桌子叫板了，不错，有长进。七师兄死了，五师兄瞎了，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一条手臂。长生大哥，我已经是金丹后期了，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金丹期在那样的战场上，也只不过是高级一点的炮灰罢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上清观观主，九师弟宋远山为上清观副观主，上清观大小分观全部往西后撤3000里。三师兄，师傅他们呢？夜月国不知为何，元婴期大能突然暴增1倍以上。师傅被3位2位元婴后期围攻，最后陨落在凤凰山上。我们几师兄是一起行动的，但是突然遭到了埋伏，大师兄拼着自爆把我送了出来。
大前皇朝战败，以边关为开始，割地5000里赔偿给夜月国。那师傅的尸体呢？你为什么不带回来？你是想看着师傅的尸体被人炼制成傀儡吗？别摇了，再摇三师兄就要被你咬死了。你伤到了根基，我本领有限，救不了你。夜月国的攻势如此之猛，他们的目标绝对不会是简单的5000里，他们应该是想吞并整个大前皇朝。远山天赋不错，就是还有些孩子气。这50年你要好好教导，上清观的未来在他身上。长生，你要干什么？我去给师傅和师兄他们收尸。说来不怕师兄你笑，没来上清观之前，我的老本行是卖棺材，而那雷击木棺材也是我提前为师傅预备的，现在正好用上了。我们修仙就是为了长生，大家都以为长生之后便能得到大逍遥，殊不知长生才是最大的痛苦。世间如苦海，长生就意味着永远要漂浮在这苦海之中。师傅他们脱离苦海，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我以前记得三师兄你说过修仙界的一个故事，并且还以此来下远山。你说修仙界有一个神秘的存在，他专门给那些寿元已尽的人收尸，一旦他出现，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这个神秘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送葬人。另外，你还详细的调查过此事，你发现送葬人的第一次出现是为100年前的血魔老祖送葬。除此之外，送葬人还和天佛寺的一应禅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我只想说，送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他只是一个卖棺材的。长生大哥，你还会回来吗？远山，过段时间你对外宣布，就说赤关门弟走火入魔而死。长生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上清观与他的缘分已经尽了。我那爱面子的师傅呀，你平生这么爱面子，死了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呢？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师徒一场，这次就不收你零食了。人族入城需交3枚铜钱。没有显现修为果然是对的，这样的小城城都有金丹修士坐镇，夜月国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你听说没？咱们妖王的女儿要公开选婿了，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都可以去。我当然听说了，可是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咱们妖王是高贵的银月狼族，你觉得咱俩有资格成为妖王的女婿吗？没资格归没资格，去见识一下不错嘛。听说狐族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作为贺礼呢。元婴境傀儡？你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骗你干什么？这具元婴境傀儡是狐族从凤凰山弄来的，当初为了杀死这个修士，狐族整整出动3位元婴后期的老祖呢。师傅呀，我花了5年时间走到这儿，刚来你就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狐族作为夜月国的强族之一，我该怎么从他们手里把你弄过来呢？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要是成为了银月狼王的女婿，是不是就有机会从狐族手里要来这具傀儡呢？虽然这个想法很荒诞，但理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启禀妖王，公主逃跑了。那还不快派人去找！若是我女儿掉了一根狼毛，你们提头来见。略，喜欢嫁人，你自己去嫁吧，本姑娘不奉陪了。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呢？除了这副相貌和学识，我真是身无长物啊。前辈救命！他们要杀我！这种情况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你就这样跑了？不是你赖着我干什么？前辈，他们2个要杀我，还请前辈出手相救。呸！少用这种拙劣的险计来骗我，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杀你的。想要杀人的人，哪有只追人不动手的道理？另外，你再看看你身上，到处都是法宝。你一个筑基境修士有这么多东西合理吗？你指定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偷跑出来，他们是来带你回去的。这家伙到底是谁？仅仅看了一眼就分析的丝毫不差，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既然被你看出来，那我也就不装了。他们的确是来带我回去的，我被抓回去最多也就是责骂一顿，然后关几天禁闭。但你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不带我逃离他们的追捕，我就说是你将我诱骗出来的。到时候你觉得我家里会怎么处理你？别白费力气了，这道如影随形符是元婴期修士炼制的，你绝对解不开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还不如跑快点。追我的可是2个金丹后期，我们快要被追上了哟。这位姑娘，我不想掺和你的家事，你不要再缠着我了，好不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把我怎么样？
有能耐打碎我的防护罩呀！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你可就别怪我了。这是上清观的血盾，你是人族！恭喜你猜对了，不过没有奖励哦。大哥，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还不快去追！公主被人族带走，要是出了差池，我们就等着被灭族吧！阵法起！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出事了，你的下场会比死还惨。我本不想招惹是非，但你自己凑上来，这可就怪不得谁了。就凭你这破阵法，也想困住本姑娘，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说的很对，这个阵法确实很破，因为这是我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修修补补之后勉勉强能用。阵法的功效很简单，那就是压制妖族的血脉，让其现出原形。不可能！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大秦皇朝早就拿出来用了。哎呀，你这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的呀。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我补全的阵法只能对筑基期的妖族有用。而且你也看到了，这种阵法脆弱的很，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你刚刚要是不把机会浪费在说话上面，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想都别想，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就杀了我！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但我可以把你的毛给剃光。我为什么不敢？我告诉你就是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这些东西虽然好，但这家伙一看就来头不小，天知道法宝上有没有留下标记。放进系统空间最稳妥，有了系统的隔绝，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追查不到我的踪迹。东西都给你了，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如果你还嫌不够，我可以给你更多。我爹是……我不想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你如果不说，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自然会将你放了。但如果我知道了你的身份，你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明白吗？明白就好。接下来我给你做一点点小改造，保证让你改头换面。你说什么？月儿被一个人族带走了？哼，跟丢公主是你们的失职，自己下去领罚吧。多谢老王。龟老，这件事你怎么看？老朽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月儿被人带走之后，老朽就第一时间演算月儿的下落，但是月儿的行踪似乎被谁给掩盖了。推演出来的结果只有混沌一片，这样的手段绝非一个人族金丹期修士可以做到的。龟老言之有理，刚刚我也推算了一番，却发现天机混沌无比，能干扰天机的存在，起码是化神期的修士。带走月儿的人，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啊。若只是简单的绑架，这件事情或许会简单许多，但我更担心带走月儿的人是冲着那件事来的。夜月国一举攻下大前皇朝半数国土，平白无故多了这么多修士，很难不让人起疑心。而且妖族内部似乎并不是很团结，是剑齿虎一族吗？不只是剑齿虎一族，狐族也异动频频。他们似乎知道月儿才是所有的关键。哼，既然他们这么想玩，那就陪他们玩玩吧，正好也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夜月国的王。松口！不松！你还我洁白如雪的狼毛！和你说过很多次了，这墨汁是特制的，洗不掉。要想恢复毛色，只能把你的毛剃光，然后等新的毛重新长出来才行。另外，看你这么难过，我就给你起名小白吧，以此祭奠你消失的毛色。太欺负狼了！你给我等着！对了，当初夜月国和大前皇朝开战，很多大前皇朝的修士被你们打得溃不成军。但我听说玲珑宗的长生仙子和天佛寺的一休禅师在夜月国境内消失了，他们已经被你们杀了吗？如果能杀，早就杀了。要论大前皇朝最难对付的人，他们俩一定是其中之一。谁能想到他们居然……你想套我的话？只是随便问一下，你不愿意说就算了。真的只是随便问一下吗？你用的血遁术乃是上清观的不传之秘，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哼！你突然问起这两人的下落，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吗？你很聪明，但是你刚刚的话让我更加疑惑了。
血盾是上清观的秘术，别说妖族，就是一些外门弟子也不见得知道。但你好像知道的很清楚，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我是妖族，你是人族，我们两个种族不同，国家不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这件事吗？不过我很是好奇你的身份。上清观有9大真禅弟子，其中最为杰出的有4人。这4人的名字连起来是一句诗：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明月2人已经陨落，李近水重伤逃走，而且你绝对不会是他，拥有如此阵法造诣，难不成你是上清观第9位真禅弟子宋远山？你对上清观真是太了解了，甚至比大前皇朝的修士还要了解。看样子大前皇朝出了叛徒呀。没错，大前皇朝就是出了叛徒。那不如你来猜猜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我不用猜，也不想去猜。皇朝更迭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哎呦呦，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呀！但是你好像办不到。上清观观主元神上人的尸体已经被狐族炼成了傀儡。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云，不但族中更是有化神期修士坐镇。你一个小小的金丹能做些什么呢？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了吧，说不定本姑娘心情一好，就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了呢。多谢你的好意，但是在没有确定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不会放了你的。另外问一句，你身上应该没有家中长辈留下的标记吧？你猜？我检查了很多遍，你体内并没有什么标记。但这也不排除有一些更高明的手段我没发现，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会在你体内种下87道禁制，一旦出现了意外，你就会瞬间死于非命。你敢？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已经这样做，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哎，王座下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以前在夜月国怎么从未听说过？小声点，那是龟老，来历神秘的很。若非此次2国交战，他立下大功，恐怕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夜月宫子民皆知，我完颜阿骨朵有一独女完颜月，如今小女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我欲在天下青年才俊当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位，将小女许配给他。诸位青年才俊若是有意者，尽可上前。启禀狼王，在下对完颜公主仰慕久，愿意一试。林兄，在下也对完颜公主仰慕已久，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不战，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完颜小主？该不会是信口胡说的吧？我狐族知书达理，怎么会做出这种有违礼数的事情呢？等一等，我也要参加。抱歉，请让一让。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急事。人族陈长生拜见狼王。在下虽然没有见过完颜公主，但是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你想迎娶我的女儿，你凭什么？就凭在下拥有一颗真诚的心。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现如今我来了，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完颜公主的心意吗？好一颗真心！就冲你这颗真心，本王允许你参加招婿大会。本王有言在先，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修士，皆有资格参加此次招婿大会。你虽是人族，但也符合条件。明日便是招婿大会的考验，至于是否能看你的本事。龟老，这位人族修士远道而来，想必暂时还没有居住的地方，你且安排他到胡府住下，莫要让人族觉得我妖族不懂待客之道。遵命。见过胡兄，这几日恐怕要去府上叨扰了。陈兄有如此胆识，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能与陈兄同住一个屋檐下，这简直是天大的幸事。你们狐族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前皇朝来的，手下败将，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灵虎，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大前皇朝确实是夜月国的手下败将，但夜月国打败的只是大前皇朝，不是人族。你这番言论若是被一些人族大领导，到时候引起了2族大战，你担当得起吗？光天化日之下，妖族内斗，你们是想让外族看笑话吗？陈兄是不好意思，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虽然夜月国正与大前皇朝交战，但是我狐族一向亲近人族，还望陈兄不要介意。无妨，胡兄快人快语，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呢？陈兄，这是你饲养的战宠？这倒不是，我在路边遇到的，看他瘦骨嶙嶙流落街头，一时心中有些不忍，所以将他带在了身边。原来如此，陈兄真是宅心仁厚啊！回狼王，那个人族已经送去胡府了。月儿是被一个人族带走的，现如今招婿大会上又出现了一个人族。龟老，你觉得这2人是否联系？此人来历不明，而且出现的时机又如此巧合，想必和公主的失踪脱不了干系。但就算他和公主的失踪有关系，也定然不会是幕后主使。一个金丹期修士还没有资格遮蔽天机，此人估计是幕后主使派出来的马前卒。在没有确定公主的下落之前，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言之有理，此事就劳烦龟散去跑一趟了。
调查清楚这个人族的来历，我倒要看看背后是何人在指使。女儿被人抓走，幕后之人还派一个金丹期的人族修士来羞辱自己。若是抓到那个幕后之人，自己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前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媚阳啊。原来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前辈，进屋说话，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前辈，你不应该来夜月国的，夜月国是是非之地。看样子你这只小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啊，但是这与我无关。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想迎娶完颜公主，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前辈，你与那完颜公主素未谋面，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为她而来，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请你赶快离开夜月国。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你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的。骗局，这就有意思了。狐族和虎族两大夜月国的支柱都参加了，这怎么会是骗局呢？另外，这就算是一个骗局，你一个小小的妖族是怎么知道的？前辈，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媚娘恐怕永远无法筑基。但招婿大会的骗局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招婿大会的地点一定会定在夜月国的禁地。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关键的东西在手，去了之后只会十死无生。狐族和虎族已经拿到了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会有生命危险。若是前辈非去不可，那你一定要在禁地中寻找和您一样的人族。5年前两国大战，有2位人族掌握了一些秘密，后来被夜月国化神大能追杀进了禁地。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可能就是前辈唯一的生路的了。我不宜在这久留，还请前辈小心。小白，现在你能给我说说夜月国的秘密了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2个被撵进禁地的，应该就是长生仙子和一休长师吧？想都别想，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千万别放了我，不然我一定将胡梦瑶那个贱狐狸碎尸万段。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他该死！看样子你们夜月国经过一次大清洗啊！我遇到胡媚娘的时候，她只是一个炼气9宗的修士，甚至连化形都不完整。当时我还疑惑，一个妖族豪门大户的小姐，怎么会跑出来独自历练？现在看来，她不是自己跑出来的，是被你们撵出来的呀。谁说胡媚娘是豪门大户的小姐？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你这话就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了。不过这也正常，因为你没有见识过底层修士的生活。修仙界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底层修士更是如此。有时候亲如手足的朋友也会为了一块灵石杀得头破血流。胡媚娘如果不是豪门大户的小姐，以她当初的性格，恐怕早就死得连骨头不剩了。如今她再次回到狐族，恐怕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呀。哼，就凭她一个小的筑基境修士也想报仇？别说是她，就算再加上你，你们2个在夜月国也翻不起什么风了。都说过很多遍了，我对夜月国的秘密没兴趣。你们是否要灭大前国，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你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吗？现在我甚至怀疑你和我的小玉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你就是心存不轨，企图颠覆我夜月国。随便你怎么想，我要睡觉了。大胆！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别睡了，我们要出发了。陈兄，昨日休息的可好？昨晚我睡得十分香甜，多谢胡兄款待。陈兄，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没错，我和小白相依为命，不管去哪里都会形影不离。陈兄真是风趣，你居然给他取名小白，有意思有意思。没办法，小白总是幻想自己有一身纯白色的毛发，我只好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了。对了，我带小白参加试炼，不影响吧？不影响，此次试炼不限手段，当然也包括战宠。陈兄，请跟我来。胡兄是何地？此处乃是我们夜月国的禁地，也是招婿大会的试炼场所。在这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谁能将其摘下，谁就有资格迎娶完颜公主。原来是这样呀，那怎么不见其他参赛的妖族？他们已经进去了，我是专程来接陈兄，所以才没有进去。哎呀，原来是因为我才耽误了胡薛的时间，
这真让在下羞愧万分。陈兄不必自责，你我一见如故，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而且前进去的未必就能占据优势，谁能拿到彼岸花，谁才算赢。啧啧，不愧是夜月国的禁地，果然凶险万分。胡兄，此处瘴气绝非寻常瘴气，在下这里有特制的解毒丹，你要不要来上一颗？陈兄不说，我差点给忘了。此处瘴气厉害无比，哪怕是金丹修士也不能避免。不过我胡族体质强悍，所以就不用浪费陈兄的丹药了。对了，陈兄，此处瘴气应该是夜月国禁地特有，陈兄是如何看出来的？难不成陈兄曾经来过夜月国的禁地？夜月国的禁地，在下自然没有来过，但我曾从一本无名古籍中看过类似的记载。那本古籍上记载了一些不同地方的风景，其中一处与这里颇有几分类像。原来是这样，那真是有意思了。据我所知，500年来，夜月国禁地从来没有外人进入过。陈兄看到的那本古籍，到底是何人所著？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也说不定。言之有理，我们还是快快出发吧。灵虎他们进去已经有段时间了。一休，你的无悲国法抗不了多久了。狼王，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符祥的力量，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我为何要回头？力量就是力量，何来正邪之分？若是不借助这股力量，我如何能灭了大前皇朝？虽然你我种族不同，但我十分的欣赏你。只要你肯弃暗投明，我愿助你突破化神境。自己花了300年时间，才将禁地的封印撕开一条裂缝。虽然只是一条缝隙，但其中溢出来的力量却超乎了自己的想象。也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帮助，夜月国的修士才能暴增1倍以上。然而可惜的是，这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被泄露了出去。天煞寺和玲珑宗的2个老家伙，居然不惜性命也要重新填上这条缝隙。虽然自己已经极力阻止，但还是让他们填补了大半的缝隙。现如今一休镇压住了这最后的缺口，自己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一旦一休拼了性命不要，这最后的缺口很可能会被补上，到时候自己再想破开封印，可就没这么简单了。龟老，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族的来历吗？回狼王，大强朝内并无他的记录，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哼，且容他再嚣张几日，等血祭完成，这天下无人能够拦我。到时候不管是人族也好，妖族也罢，所有人都要对我俯首称臣。两位，我觉得你们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不如好好的看一下这些遗迹。少在这故弄玄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日就是你陈长生命丧之时。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什么叫等一下再杀？我现在是要杀你！你严肃一点好不好？胡战，你什么意思？你是要帮外族吗？灵虎，杀人这种事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这个人族绝对不会是因为完颜月来的。如果不是为了妖族公主而来，那这个陈长生定是别有用心。金丹期的修士敢孤身闯入妖族腹地，他背后绝对有人撑腰。若是贸然动手，很可能会打草惊蛇，让他逃走事小，干扰了大家的目的，那事情可就大了。陈兄，可看出什么端倪了？胡兄，大前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你听说过没有？略有耳闻。无量秘境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而且估计还很大。无量秘境当中也有一座青铜古殿，这个事情在大前皇朝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夜月国的禁地当中也出现了一座和无量秘境类似的青铜古殿。虎兄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无量秘境是大前皇朝所掌控，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若不是听陈兄说起，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说你不知道，我怀疑两国之间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些青铜古殿上的花纹颇为奇特，看起来不像是寻常装饰。若是二位不着急的话，在下可以尝试破译一下。我妖族不少长老也尝试破译过，但皆是无功而返。陈兄有把握破译这上面的东西？单独面对一座青铜古殿，在下当然没有把握。但胡兄可别忘了，无量秘境当中的青铜古殿同样也有人在研究。两座青铜古殿加在一起，说不定还真有办法可以破解。如果这上面的花纹真的记录了某些信息，那么留下这两座青铜古殿的人，其目的一定是想让后世之人知道些什么东西，而不是故意卖关子。之所以我们看不懂，那是因为时间间隔太远，曾经的文字已经消失了。原来如此，陈兄，你有发现了？是的，我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了。
是什么？快说！二位作为族中少主，想必也是博学多才。你们一定看出了2座青铜古殿的花纹彼此有联系，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字对应。这能说明什么？这东西存在的时间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也在常理之中。林兄说的在理，但是林兄别忘了，留下青铜古殿的大能是向后世之人传递信息。那位大能难道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吗？有话说有屁放，少在这打哑谜。当年的那位大能一定考虑到了时间的问题。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没人能够保证现在的文字能保存到以后。所以那位大能想要传递信息，一定会想一个可以跨越时间、脱离文字的方法，那就是图画。文字可能会出现断层，但是图画却不会，因为图画是所有生灵学习知识的第一途径。当生灵睁眼的第一刻起，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是以图画获得的。看到了山川草木，我们因此得知了山川草木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而这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根本不是文字，而是一幅生动的图画。我们把它看成文字，当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从上面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出，在很久以前，天空就会降下巨手，抓捕地上的生灵。地上的生灵拼命反抗，但始终无济于事。终于在有一天，有个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刚开始万物生灵还以为这股力量打败了天空中的巨根子，可是后来，万物生灵发现这股力量比太空中的巨手更加危险。看到这里，图画就断绝了。你还有其他花纹吗？快拿出来！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抱歉，我手上的花纹全部拿出来了。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10。想要凑齐完整的故事，我们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问的份上，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你的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啊！这样的天赋，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当成宝。但我想不通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夜月国参加招婿大会？这个时候，你就别用仰慕完颜公主这种话糊弄在下了吧。我来你们夜月国当然有目的，不然我跑这么远来这儿干什么？但在说明我的目的之前，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故事。夜月国修士突然倍增，打得大汉皇朝丢盔卸甲，这的情况让在下一路上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来到夜月国之后，我又了解到了另一些事情，那就是夜月国内部曾经遭到了一场很大的清洗。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经过清洗之后，夜月国的实力会不降反增。同时，我还了解到大千皇朝可能出现了叛徒，所有的线索看似好像有关联，但却始终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18座青铜古殿所刻画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但因为时间久远，所以变得残破不堪。单靠一座青铜古殿是无法完整拼凑出有用的信息的。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大前皇朝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夜月国。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损坏的部分恰好就是万物生灵借用不祥力量的那部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你们别想着杀我了，因为要杀我还轮不到你们。从你们的反应来看，你们也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秘密。如果我没猜测的话，你们俩就是来探寻这个秘密的。现在这个秘密被你们知道了，你们觉得故意损毁青铜古殿的人会放过你们吗？好，如此青年才俊，简直是世间罕见，真让本王刮目相看呀！启禀狼王，此人乃是奸细，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狼王。你们狐族总爱玩些小伎俩，当初你们怂恿虎族追求月儿，无非就是想利用月儿知道背后的秘密。现如今秘密被你们知道了，你们还不满意吗？陈长生，我很欣赏你的才华，说出幕后主使，并且归顺于我，我让你。狼王恐怕要失望了，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另外，据我所知，获得那股力量似乎要进行血祭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如愿吧。没了月儿的血为引，这血潭恐怕无法助我突破化神期啊！龟老，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回狼王，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吃了你，我就能突破化神境。